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12日晚间17点21分啊，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比特币冲高了到18000点以上了，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那么在道指呢，昨天晚上出现了一个0.8%的上涨，这个上涨呢非常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1月6日的这一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证明行情有可能出现一个反转的行情。这根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啊，后面有2根 K 线，这2个 K 线呢是妖怪 K 线，也叫干扰性的 K 线。这2根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行情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在昨天晚间，美股的这个0.8%的上涨，让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第2个人物 K 线，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中管它叫八戒阳线。八戒阳线走出来之后，行情就有可能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看到这个悟空阳线走出来的过程非常曲折，因为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在12月15日，22年的12月15日啊，年底的这个关键时间点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阴线，八戒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行情的判断啊。但是呢，1月6日的这根阳线发动了突破。这根阳线的突破呢，突破了悟空阴线所有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它是标志性的上涨行情啊。那么有了悟空阳线之后，有了八戒阳线啊，上方就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啊。那么今天晚间非常关键啊，因为美国要公布它的 CPI 数据啊，iQOO 给我发了一个 CPI 数据的统计表啊，这个统计表呢是22年到23年整个一年当中CPI 数据公布之后1天之内这个比特币的涨幅和跌幅同时包括了5分钟之内的涨幅和跌幅。那么在这个统计表当中，我们看到了1天的涨跌幅度它总共是13个当中有5个是上涨的这5个是上涨的其他8个是下跌的。所以说呢 CPI 公布的数据它的大概率会出现一个下跌动作。同时呢，下方给出了一个解释CPI 数据低于或者符合预期的时候表明美国的通胀有所减缓对市场是一个积极信号，比特币大概率会走高。如果 CPI 数据高于预期，那是一个消极的信号CPI 数据高于预期，也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非常高了，有加息的预期，所以呢，比特币也会跟随美股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因此呢，今天晚上 CPI 数据的公布非常关键那么在美国任何消息落地之前比特币或者是美股都大概率容易出现这个消息落地之前的上涨，但是消息落地之后容易上下插针上下波动非常大。所以呢，今天晚上无论是美股还是比特币都要非常注意这个数据的公布。除了这个消息面的影响因素之外我们看到美股呢，目前我们已经给出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它有一个上涨的预期。那么同步比特币在今天早盘时间跟随昨天的美股行情站上了18000点这是一个多头的信号多头信号起源于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比特币的行情在1月7日它突破了4小时级别的均线系统这2个均线呢是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个时候呢，我就说比特币对于比特币的多头来了那么比特币的上涨呢是有预兆的，因为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 SOL、GALA 这2个算是次主流的一些的币种因为 SOL 排名第13，GALA 是元宇宙的一个币种这2个次主流和山寨币种纷纷出现了上涨，同时带动了一系列山寨币出现了上涨行情，最终呢让比特币出现了4小时级别突破。那么昨天的突破动作呢站上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这个点位呢是日线级别的。我们看到日线级别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这个压力呢曾经在去年的12月14日这一天
起了一定的作用啊，在12月14日这天啊，18000点附近啊，这个位置上我是布局空单的原因是啊，这个位置是存在压力的。那么今天这个压力最终得以突破啊，证明多头啊它的这个信号又加强了。有可能发生什么时间级别的上涨呢？有可能发生日线时间级别的上涨啊，因为最近以来我们看到这轮熊市啊非常有特点，就是美股的反弹周期、反弹的时间级别几乎都是周线级别的大起大落、大反弹。那么比特币的这轮反弹行情往往是日线级别的，所以呢，这个位置判断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啊。那么说是反转还不够啊，原因是我们看到啊上方啊密密麻麻的压力线啊，这个压力线哪儿来的呢？第一条压力线位于18500美金，是144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线。第二条是一个波峰连线啊，这个波峰连线呢是22年5月份波峰连线构成的位于19000美金啊这个压力。那么同时在19000美金的压力呢，还有169均线啊这个位置上构成的压力啊，然后19000美金还是波谷连线啊，这个波谷连线呢是6到11月份啊这个位置形成波谷啊，在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上方存在密密麻麻的压力啊，因此呢我们会考虑在19000美金附近啊，可以布局空单，同时设置一个大概是19500美金的一个止损位啊。为什么要在这里还布局空单呢？反弹不是已经继续了吗？目前行情不是多头趋势了吗？因为在这个位置布局空单，你的止损呢会非常小会非常小。同时呢，如果行情重新回到下跌趋势当中因为我们看到现在144均线和169均线分别都是在下跌趋势，如果这个位置突破不过去的话那么行情还会重新打到16000美金附近会打到这里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对于合约来说是布局空单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之前就反复强调行情怎么做呢？怎么做合约呢？在合约呢，就是要和趋势要做这个顺应趋势的动作，同时呢，要做临界点的动作。那么上方我们看到多重压力构成了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好的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趋势我们知道虽然是反弹，但依然是下跌趋势。那么反弹过程当中找到压力附近的一个位置，同时呢分布式进场设置止损最终呢容易获得这个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对于现货行情来说我早在1月1日这一天也就是23年这个1月1日就让 VIP 群中的朋友，然后 Telegram 群中朋友，甚至在 YouTube 上讲了，你在这个底部的位置，1月1日开始23年的这个起始的位置要布局一些现货因为比特币目前的跌幅最大跌幅是在77%，虽然落后于18年85%的跌幅，但是这个最终的22年的底部是不是15487，没有人能最终能说清。行情最终的低点是要走出来之后，你回头去看才能够找到这个低点是15487这个低点呢是15500大概是这个位置。行情没有走出来之前，你只能去用你的仓位去试错。如果你没有仓位的话，行情的任何波动任何涨跌都和你不能建立关系这种情况下呢，上涨你也不可能获利，下跌你也不可能获利建立关系你就要有一定的仓位，有了仓位之后特别是对于现货布局的时候不一定是要找到最低的点在当前的行情当中要考虑分布式进场一些仓位才能跟上行情的脚步那么比特币我就说这么多，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 BTC 的这个交易对这个交易对呢，我们看到
目前已经发生了突破啊，突破之后啊，它主要突破的位置呢是由22年10月份啊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阻力。阻力期间发生突破之后，它的上行空间啊将要打开，并且根据我们 K 线休战法呢，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优，它的趋势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上方空间呢就看到0.085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是存在压力的，同时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由21年6月份的波谷连线连接过来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以太坊的涨速是快于比特币的。那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以太坊目前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这几根阳线出现之后，已经把11月10日的这个8阶阴线，我们看到11月9日是悟空阴线，然后8阶阴线。8阶阴线已经完全被它杀死了，那么行情就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反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关注一点，就是位于1420美金这个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它已经突破了去年高点4877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这个位置突破之后，上方还存在一个169日均线形成了在1420美金的压力。如果1420美金这个压力位突破，证明了K 线系统对169日均线形成了一个突破。同时我们看到目前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已经纷纷将要突破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证明它的反转行情可能会很快出现。那么在站上1420美金之后你要把1400美金设置成或者是1400美金往下一点的位置设置成一个止损。有了止损位之后，你才可能赚到这一波行情的多头上的趋势要尽量耐心等待它有4小时级别站上1420美金之后再做它的多头。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的高点1419正好是非常接近于日线级别的169日均线这个证明这个压力位呢，我们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今天晚上美股美国 CPI 数据公布之后有可能出现插针行情，那么你要规避这个插针行情耐心等待它真正的这个4小时级别有一根 K 线或者有2根 K 线站上1420美金之后再考虑做它的趋势上的做它的反弹甚至是反转行情。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8点之前比特币跟随了美股出现了一个上行动作。同时呢，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山寨币包括SOL 这种偏主流的一个币种，在8点出现了一个高点，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的调整动作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资金呢是有一个跷跷板效应的。如果比特币出现急速拉升的情况下，那么大多数的主流甚至次主流或者一些山寨币都会出现调整，因为资金跷跷板效应会从这些主流币转移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来去追涨比特币。那么一旦比特币冲高回落开始震荡行情之后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强势币种，像 SOL、GALA 这些强势币种会出现轮涨。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了本轮行情已经开始出现了板块轮动。这个板块轮动呢，我们观察到我们前面行情当中提到的 FTT 还有Luna C 纷纷出现了上行动作证明板块轮动已经开始了。那么板块轮动的尾声呢我认为往往是有2个币种它的大幅上涨作为这轮上涨之后的尾声动作。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狗狗币狗狗币如果出现快速拉升的话那么这轮行情就会接近尾声那么还有一个币种呢是这个 ETC
ETC 的巨幅拉升、快速上涨，也意味着一轮行情对于主流币来说对于大部分山寨币来说，对于次主流来说也接近一个尾声那么这个尾声的信号呢，这轮行情第一轮反弹的尾声信号呢，我们认为这个 ETC 可能会打到这个压力线附近也就是24到26美金这个快速拉升之后打到这个阻力区间证明一轮比特币的拉升一轮主流币的拉升将要到达尾声这个信号大家一定要注意。同时我希望大家把这个 ETC 和道指币放在你的这个这个关注里面放在这个关注里面实时跟踪它的这个行情。然后我本人还是特别看好我的这个 SOL 这个代币，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到它是领涨的然后是威神喊单威神喊单之后从 7.77 美金涨到10美金附近上涨完成之后它在这里面做出了一个什么呢？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我们在昨天说出它要做什么一个动作呢？要做这个小日线级别调整。那在小日线这里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日线，小日线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然后呢，随着小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它做出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动作，然后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它是一个变盘的位置，我们看到它做了一个 S 型的一个震荡调整，首先下杀之后反弹证明它的行情还将要继续下杀下来之后开始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完成之后，它要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级别拉长继续拉长。我们看到它的收敛三角形的这个结构呢将要变窄，在窄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也就是说目前它正在进行的是4小时级别调整。那么再次接近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要到明天要到14日、13日才能到达这个近焦点。同时呢，这个近焦点也是变盘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行情能够继续上涨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如果继续上涨的话，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那么在1月2日这周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本周呢是8戒阳线。8戒阳线如果能继续上行的话它容易走出什么呢？容易走出周线级别上涨。同时呢，我们给出目标位从20美金调高到24美金。那么为什么目前看它多头呢？我们看周线这个大的时间级别这个大的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目前这个50日均线正在上穿10日均线这是一个多头的信号同时呢，我们看日线级别的50日均线也上穿了10日均线。那么再往上呢，我们认为它会这个均线系统汇合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汇合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相交汇最终呢完成它的一个反转行情这是我所期盼的也是我对这个 SOL 抱有了期望。那么同时呢，我也是设置了一个止损。止损怎么设置呢？止损非常好设置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日线级别悟空阳线，然后是8戒阳线组沙僧阳线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沙僧阳线的收盘价或者说是唐僧阳线的开盘价大概是在14.46美金在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就可以因为它这个是唐僧阳线嘛，唐僧阳线如果被杀死的情况下，行情很容易出现变盘那么在15美金附近，14.5美金到15美金附近这个区上设置止损然后跟着它的波动，我们就可能获得它趋势上的利润这个对于 SOL 我是这样理解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这样呢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K 线西游战法。感谢大家，再见。